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今天我们又来试驾了，哈哈哈！今天试驾的这个是，我操，太激动了！那 Blue Tile 1000双 R， 哦，这个感觉。 哦，哈哈哈哈哈！太给力了！啊，还是有先导的，还是有前面有人带着的开的。哦，现在这个感觉，我就是一直想要买的就是这个车吗？哈哈哈哈！让我先平复一下心情，我啥也没说，开出来之后啥也没讲。 哦，这个码表，这个表，哎，这个表的这整体的这个显示还是有点小的，感觉还是有点小，可以再做大一点。我这个离合从稍微放那么一点点就离合已经有离上去了，这个感觉。我就这么，比如说啊，你看我稍微放那么一点点，它就已经有力气出现了。这个离合的感觉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 哦，这个震动，这个低速上面的震动是有的。刚起步的时候，这个震动是有的，但是现在就已经没有了，很奇怪。这个震动很奇怪。刚开始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震动，你感觉啊，这个为什么车会那么震动？但是你只要稍微油门一加，它这个震动就完全消失了，而瞬间消失，大概是在20公里，大概2000转左右。 2000转可能都不需要，大概1500转左右，马上这个震动消失的一点无影无踪，哈哈哈。啊，然后今天因为是星期六的这个试驾会，所以路上面又是非常的堵。然后这个车呢，在这个车在低速上面的话，确实这个会有往前冲的这个感觉是很明显的。毕竟嘛，对吧？大家也知道，轻量186公斤嘛，大概是208匹的马力，这个真的是啊，又是欧洲车擅长的轻量大马力。哇，这个油门一加就直接冲出去了。 哦，这个快排，非常的精准呀，而且很快，啪一下就合上去了。这个快排给力啊！不软薄的刹车，不软薄的离合泵，大家是不是发现我今天整个人都神经病了？对吧？骑奥古斯塔这个人怎么可能不神经病呢？对吧？相反的，不神经病的人才神经病。作为一个奥古斯塔的车，它的离合器居然可以做到这么的线性，我也是很佩服它的。这奥古斯塔已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奥古斯塔了，这个根本是大概另一个厂家的感觉了。近几年的奥古斯塔真的是太牛逼了。 虽然说因为它这个设计感嘛，这个奥古斯塔的这个设计就是在各种的外形上面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方，然后在这个腿夹油箱的时候就会有硌到的感觉。但是这一辆车的话，虽然说它有那么一点点三角形的形状这个感觉，但是硌到的话倒也不会，还行吧。 整体来说，夹油箱还行。然后这个坐垫哇，这也是一块铁板，坐上去的感觉并不比我的双 R 要好，但是它这个坐垫挺宽，所以坐上去的时候力比较分散，这一点的话还行。哇！哦！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这一个换挡的这个换挡器设定的有点高，感觉这个位置很像越野车的位置。这个脚踏和换挡器的这个位置的关系跟越野车的这个脚踏和换挡器的位置有点像，挺高的。哇，在这种路上开奥古斯塔的话，应该待会儿马上就不行了。我现在右边的脚上面已经开始烫了。但是啊，这样的话可以知道奥古斯塔在城里面骑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城里面的话，你不能避免的，对吧？都会有这种堵车。买奥古斯塔的人的话，也不可能你每一次都是拿着跑到外面去的，在城里面也会跑，而且怎么说呢？能买得起这个车的人的话，基本上都是应该是在大都市里面了，对吧？虽然说地方上的也许你能够买得起，但是相对的话，这个收入的比例，然后和能买车的人的这个比例，还是相比较的话，大都市里面的人还是比较多啊。都市里面买了车之后，你肯定是要出来骑的，就跟你在都市里面买了辆法拉利，你肯定要在街上面开，对不对？对，说到法拉利，这人家可是法拉利的声浪啊！法拉利的声浪。为什么这里放了几个东西出来？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换过2档。好了，我的那个名声又被搞下去了啊！黄老师的频道里面他都不上2档，这高抬贵手，各位高抬贵手，大家都看到了这个路况。在低速上面啊，说实话，在低速上面，奥古斯塔的这个车已经是非常好骑的一个车了，它是属于比较好骑的了。这个引擎的出力感觉啊，真的是，这个，这个左手为什么这么正啊？这个左手好正的说，其他的还 OK， 这个左手正的。这个转弯，这个偏转的这个感觉，好灵巧的说啊，偏转的这个感觉好灵巧，真的是轻的车就有这种感觉，太给力，太给力。这个偏转太灵巧了，这个车太给力了。奥古斯塔的这辆车完全不输给其他的车啊，不说别不输给其他车，这胜过其他车好多的说啊，这给力啊！像比如说它的这辆车不是出了一个 RS 版本的吗 ？RS 版本的话大概才多少？20几万人民币吧。现在的汇率来看的话，这边是多少？450万，这边是450万日元，这样的话多少？22万，22.5万，这个价格啊，能够买得起宝马双2的伙伴都能买得起这辆车了吧？给力呀！哎，各位要不要啊？你们买双2的人和买大牛的啥的3R 的人啊，不要看了，赶紧买一个这个。什么3R，什么双2，什么杜卡迪，都不要。这车多好啊！说完多好，这个 N 档就进不去了。街车吧，对吧？国内的人现在大家都喜欢街车这个样子，他就给你做了个街车的样子，姿势的虽然说挺前倾的，但是它也不是非常累的前倾，还是稍微给你一点
直起来的感觉，这样的话骑起来也不会很累，在日常骑的话也不会很累。这个爆发力啊，真的是这个爆发力很夸张的，稍微的油门开一点，这个爆发力很夸张。这个爆发力真的是不输给 KTM， 绝对不输给 KTM 的超级公爵。而且你坐在上面，你说引擎很正吧，它根本就不正，但是你能感觉到这个引擎里面非常的毛草的这个感觉。然后呢，你坐在上面，感觉这个毛草的感觉呢，又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你知道吗？你就感觉哦，我在骑这样的一个有性格的一台车。它的这个意大利名的意思是猛兽，它是一台猛兽。真的是猛兽，取这个名字跟他的性格真的是完完全全吻合。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骑上去你自己很兴奋啊，这个能够给你带来的这个兴奋感，已经到现在为止大概已经超过我骑隼的这个感觉了。啊，确实可以，在这种路上面，也不会感到特别的震，也不会感到特别的累，但是呢，这个换挡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就不能好好的降档升档，在停下来的时候啊，可能买了这台车之后，然后多练练，然后就知道它怎么个换挡的感觉了的话，那么可能换挡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刚上手的话，这个换挡可能有点奇怪的地方。我现在发现啊，现在这个坐姿能够很好的贴合这辆车。刚才因为上来的时候还没有能够去试这种感觉的余地，现在有了那么一点点余地，然后现在就感觉整个人跟这辆车的贴合感还是非常不错的。除了在最低速的时候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奇怪之外，整体来说的话，整一个速度领域啊，现在刚刚也拉了这么快了，有快的有慢的，对吧？整一个速度领域上来的话，整体的操作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还是属于比较舒适的，然后各种的操作也是比较线性的。除了它这个动力的输出动力的输出真的是油门稍微啪的一开，然后就 biu 的弹出去的这种感觉，真的是跟超级公爵有的一拼啊！但是因为它是4缸车嘛，4缸车在这个动力输出上面可能会稍微比超级公爵要稍微来的平顺一点，所以说这就是它的优势。而且刚刚我说啊，引擎有点烫，但是现在开了那么久，然后又是堵车什么的，反而不烫，是因为刚刚撞风撞得比较厉害，现在感觉不烫。这样的话，今天外气温35度，我现在是35度这个状态，如果开了这么久，这个引擎的温度能够是保持这个感觉的话，那么我觉得城里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这个离合还是偏重的，奥古斯塔的车的离合都偏重。然后比翼社的泵和比翼社的卡钳的这个感觉的话，其实，每一个欧洲厂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对于比如说你这用是用的一样的东西，对吧？但是你各厂都有调教的嘛，对吧？调成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的？基本上他们都是估计他们就是直接把这个装上去，也没有怎么太多的调整，所以大家的这个捏上去的感觉都是差不多。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保持在像10几20公里的这个感觉，不能保持在1500转速1500左右，这个保持不了。它不管怎么样，它都想要往前冲，
然后到了1000、1500左右，到1500左右的转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低速的辅助介入了之后，把你推到大概2000，所以你就会在最低速的时候就会有一冲的感觉。然后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后面的这一位就是试驾的是 RS 版本的，它的车把更高，更适合在城里跑，然后价位也更低，刚刚说了22.5万，对吧？Holy shit！ 啊，这里来逼掉它这个，我刚刚在车上面做了一个拉油的动作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减速的动作，然后磕到自己蛋了呀！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奥古斯塔的这辆车的这个离合器非常的线性啊，这个是奥古斯塔吗？这个离合器的线性已经跟日本车有的一拼了。只是这个 N 档怎么这么难进去？这个在低速上面，如果你用半离合去操作它的话，它这个低速的性能是要超过杜卡迪的。杜卡迪因为它的齿轮的选择，这个可能是一个硬伤。比如说你换了齿轮之后，也许会更好。但是如果是原厂出厂来看的话，那么奥古斯塔的这个半离合，然后再加上低速要比杜卡迪 V4 要好。OK， 那么我们基本上一圈眼下来，那么稍微总结一下吧。一个整体的。这辆车已经基本上全部用上了现在你能够想象得到的所有的电控和所有的优秀的装备，一个都没落下。电子避震避射的全部一套你根本就找不到的，而且还欧林斯的，对吧？前后减震，你根本都找不到一点点你可以说它什么哪里可以再升级一下的地方。的这样的一台猛兽，但是这样一台猛兽试驾下来呢，很意外的，它这个发动机居然是感觉非常不错的一个平顺的一个发动机当然了，你开油了之后，它确实很暴躁，但是你一般如果稍微好好的开油，像比如说我这种情况下，如果半离合的话，它也能很平顺的，甚至它这个平顺的程度能够在低速上面的在低速上面的这个性能的话，可以追上日本车的低速的性能。不过呢，虽然说它在低速上面可以追上日本车的性能，但是呢，这个是作为交换的是什么呢？这个握力器你这个左手的这个握力一下子可以提升大概1倍。你如果一直骑这个车，然后一直像这样的路上面一直开的话，我估计你的握力马上就上去了。那么另外还有像减速，然后包括像刹车类的刹车类的话也是前段开始就有力量出现的毕竟208匹的嘛，当然了，你在快速的时候，你肯定是要马上有反应出现的，前段就要有刹车力道出现的，不然的话容易出事故。你买别野社的话，这一整套的话没有什么可以再挑的点了，我觉得。然后的话，另外在低速上面，你比如说是用半离合的话，那么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发动机会有震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呢，如果你不用半离合的，那么你就会有各种往前冲，然后你还能感觉到发动机会有震另外一个，然后真的起步上来了，速度上来了之后，我先把它换成 N 档，然后 N 档这个进不去也是一个很不爽的地方。起步上来了之后呢，这个突然之间引擎的震动又没有了，然后到了一定的转速，刚刚因为太快的时候我也没有仔细看的是多少，待会儿视频里面会看到，我在说左手很震的那个情况下，左手很震的是真的很震，在双2的时候没有体验到这么强的震动，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震，可以说。OK， 那么。其实你稍微选一选齿轮档位的话，那么这个震动还是完全可以消除掉的。OK， 那么我们一圈其实已经下来了总结一句话就是，
又是超出我想象的一台车，这是奥古斯塔吗？这个奥古斯塔现在是这么好骑的一辆车吗？真的是你不骑它，你不知道，你的刻板印象里可能还觉得奥古斯塔是一个非常难骑的车，但是奥古斯塔经过这几年啊，已经变成了非常非常好骑的一个车了。那么它现在 RS 的价格也下来了，所以，对吧？就更加亲民了。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